匆匆数年，流连流年，背水一战，决心似当年。想要忘记的历历在目，想要成全的渐行渐远，纷纷扰扰，回首经年，眼泪终于倒流回从前。想要留住指缝中的时间，想要飞翔在天空偏远，就这么走着盼着念着，就这么等着爱着看着，我们的季节在岁月中变迁，就这么爱着恨着念着，就这么分着合着透着，我们的季节在岁月中变迁。我们这就散了。你离婚了，春梅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我孙子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离婚之后这房子我不要，我都给春梅，好吗？你呢？你住哪儿？您不用管我，我哪儿都可以。我学校还有宿舍呢。我呢？妈，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，真的。你怎么安排？我现在还不能告诉您，但您放心，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。我不放心，我不放心。你好好的日子，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？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就想换一个活法。真的，我以前活的，我不痛快。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你怎么不痛快了？妈，你怎么不痛快了？我就是想换个活法，换一个活法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知道这个家不能散。妈，你怎么？妈，你别这样嘛，这个家散不了，还有我呢，还有思南呢，咱们永远都不散吗？不一样了。你让他走嘛，妈，让他走，你走啊，你走啊，别走，妈，你不能走，别走，走啊，走啊，妈，有我的，妈，我永远跟你在一起。喂，晚上有时间吗？一起吃个饭。没问题，有空有空。啊，是的，那行，一会儿见。你先走吧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吃饭去。跟上次那个陪你玩丢手绢的小姐姐。怎么那么多问题呢？你甭管了，走了啊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有东西给你。好。给你，这个给你。你洗干净了？谢谢小叶。那冰箱里还有西红柿和黄瓜，你要减肥吃那个啊。好，你快去吧。走了。好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哦，小珍，忙活一天，饿了吧？请你吃饭，正好有事跟你说。不吃了，有事在这说吧。
还是先吃饭吧。吃饭的时候说。杜老师，杜老板，真吃不了，我今天有约了。不过我知道，你请我吃饭想跟我说的事儿，应该也是为我好。但没关系，反正也救不了我这节目了，不着急了，走了啊。很久了吧？没有没有，快坐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。路上有点堵车。白的可以吗？没问题。你这是刚刚下班？对，最后一期节目了，要准备的东西比较多。吃点东西。好。你之后呢？怎么打算？没想过。这节目录了那么多年，现在突然间要结束了，还真没想过以后要干嘛。但是确实有点累，先休息一段时间吧。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想问：思考者真的没有办法留下来吗？有啊，但是我不想要。为什么呀？那天在酒吧你也看到了，那个男的，他也算是我的金主爸爸。如果我答应他的赞助的话，那思考者很有可能可以继续办下去。我知道，就是和复仇的那个。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怎么？我看起来像是底线那么低的人吗？不是，没有，我没想打探你隐私，我就是看你。逗你的，没事儿，跟你说也没关系。那个人算是我的前男友，现在是我的金主爸爸。6年前他出国，我们就分手了。当时我们差点就要结婚了，为了让他出国，我们就把婚礼延期了，约定好等他回国我们再结婚了。但是没想到他在国外就娶了别人，我还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。后来我就在电视台创办了思考者，倾注了我所有的心血，倾注了我所有的情感。办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突然就停下了。就像你刚才问我，说以后要干嘛，我还真不知道以后要干嘛，没想过。未来的方向也不知道在哪。不说我了，说说你啊。哦。你怎么样？这个地方你是不是特别熟？上大学的时候没少带女朋友来吃饭吧？是。我们校门口就这么一个餐厅，也没有别的地儿去。你还挺实诚。啊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们分手了，早就分了。他是我们体育院学艺术体操的，后来去了省队，又去了国家队，越来越好了。我呢，还为我0.01秒而拼命，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呗。那没了，就这么结束了？对啊，也没什么故事和反转，反正就无疾而终了。之后也没什么交集了，所以那段时期我真的状态特别不好，脾气也差。结果你去采访的时候，不正好撞枪口上了吗？我记得，
说话特别冲。但我后来发现，我好像是对一个人一见钟情了。哦，有喜欢的人了。啊，对。那有没有去追？我喜欢他很久了，但一直没说。唉，他太优秀了，我根本就配不上。代驾很快就到了。我陪你在这等会儿。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听我说那么多废话。怎么能是废话呢？和你聊天挺开心的，以后你随时找我。哎，快，地下来了！地下来了！快走！快！好的好的，谢谢啊。那我一会儿就过去。好好。何志超，包。包丢了没关系，你要人受伤了怎么办啊？我都没想到我现在还能跑这么快。脚受伤了？没有，没事，小事儿，好着呢。看你的汗。能触及彼此心意，能明明我要你望着你，让每个瞬息叠成美好的回忆。金黄的夜，是你爱的白雪足迹，是你开心时，是你回忆。哎，伟强，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件事儿？你看你怎么这么客气呢？你说，我和春梅的事儿，你都知道了，我们在办离婚，最近都挺忙的，我怕顾不好妈，再出什么岔子。你能不能回来多看看妈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哎，哥几个，礼拜日晚上我家门口那饭店，我请客啊！老陈啊，你是办利索了呀？哎，都办完了。哎，他现在不是说内退他
不给办了吗？你这么办下来，我这不是跟人组织反映好几回吗？领导好不容易给批了。哎，你这回想清楚去了？哎，他什么需要什么手续吗？就是说我提困难呗，我就写申请呗。你呀，借着现在咱们这儿有人，你要打算，你就赶紧另外给人年轻人腾个地方。八饼，南风。哟，我打错了。嘿，你今儿怎么老打错呀？昨天晚上让这儿媳妇气得我呀，血压高。今天早上吃了2瓶降压药才来的。该你了，啊，又该我了。你跟儿媳妇置什么气呀？是啊，就是。哎，二虎，你们家儿媳妇跟你相处怎么样啊？嗨，我那儿媳妇啊，素质比较高，大学生。那是啊，就我们俩相处的特别好。该你也6桶，怎么都不打呀？二虎啊，前段时间你不说要去老太太那儿住吗？老太太也非叫我过去，她弟弟也让我过去。哎呦，我不爱去，住那么大房子干嘛呀？真是齁瘆得慌的。另外，我哪离得开你们呢？是不是？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姐儿仨。你要真去了，我们也想你呀。是啊。哎，等，胡了。你今天手气太好了。1人4张扑克牌。哎，好了，我上厕所去。咱一块儿都去吧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哎，我数数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这今天是没少赢啊！讨厌，你吓我一跳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那老陈内退了，就是本来要张罗吃饭。哦，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？听着你挺羡慕啊。我还真的想，他实在不行退了，得了。你退什么？你才多大呀？我想的是啊，我内退之后，我想陪我妈去。因为这么多年，我自打跟你结婚之后啊，我就是始终没陪过这老太太。你想，你看，全是那老二跟那个春梅，还有伟珍他们就是伺候老太太。我真是，我活这么大，我就怕什么呀？我就怕我将来有一天啊，我就老太太年龄大了，然后我怕我自己后悔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咱们要尽孝啊，咱俩都搬老太太那儿一块伺候她，两全其美，解决了咱家的房子问题。你别去了，你不是。行，老太太不喜欢我，这我知道，你不用重复，回去再说。行，那我回去做饭去。先别想啊，什么内退的事，想得美你。听杜总说了吧，晚上他约品牌客户方一块儿吃个饭，看有什么能合作的。哎，他们跟3套综艺那边一直合作，说还是不错，挺满意的。跟深度访谈这边还没涉及，但是杜总他能张罗这个事儿，肯定有戏。我听杜总说了，要不我也去吧。哟呵，你这态度少见啊！以前碰着这事儿，那是能躲就躲啊。哎，此一时彼一时嘛。要是拿下这个品牌客户，能让我这个思考者再多苟一计，让我去哪儿都行。去3套也行啊。这王总旗下的好几个品牌啊，都适配咱们台里的节目。你就说那个3套那个真人秀，那就合作的很愉快。是，那个节目里那个明星嘉宾啊，现在已经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了。是，这事儿我哪能不知道呢？啊，王总，以后咱这节目你还得继续支持啊。哎，那个小尼那个栏目，您有空也关注关注。他作为这个思考者的制片人，平时得保持清醒，保持冷静。平时叫他吃饭根本不出来。今儿晚上，王总，您这是面子大了啊！对。其实我应该先去王总的公司拜会您才是。今天您喝好，我敬您一杯。好，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。谢谢。哎呀，我这个酒量不行啊！上次跟3套真人秀那群人喝，我躺了3天就缓过劲儿来。那帮小子猛着呢。哎，我们小尼也特别能喝，慢慢您就见识了。我可不想再见识了。哟，我跟3套那群人说了，只要不跟我拼酒、追加赞助费，都没问题。哎呦，别这么一说，我都不敢喝。是。齐主任，你别说啊，那群人呢，是能喝又能干。
下一季啊，我还得继续跟三套合作。必须的，王总啊。吐了。啊，没事。王总都说了他不能喝，你干嘛非要喝那么多啊？哎，也是啊。人家都不赏脸，我干嘛喝那么多？其实这也能理解。王总现在跟三套的人熟，对你的情况不了解，多交流几次不就好了吗？啊，总之呢，你今天来肯定是没有错的。反正吧，我也没抱什么希望，无所谓。小郑，我只是觉得你现在没有必要这么辛苦。如果我们俩一起做，制作、商务，两手抓。你现在缺的是资源，我可以成为你的资源。你别以为那些成功的人，成功都是靠自己，大部分是要借助别人的力量才行的。我也想借，可是谁又肯借给我呢？要让别人喜欢。你比如说，你今天跟王总喝酒，他如果喜欢你，他肯定会帮你啊。我真的不行，我啊，真没有这种让别人喜欢我的能力。你当然有啊，我就喜欢你，而且一直都很喜欢你。杜正阳，我们能不能不要再聊这些了？小珍，你说你也不小了，怎么就活不明白呢？我呀，就是活得太明白。小爷，怎么了，我们的女明星？别叫我女明星，我不配。怎么，上表演课，老师说你了？说了，他说我表演太过于悬浮。你说我表演悬浮吗？大概也许确实是离地有那么点距离，没太落地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那我这下要是考不上的话，我真的得跟我姐回老家继承她的产业了。我真不想去。行，你别着急，我觉得你们老师说的也有一定道理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对吧？啊。你学表演的，要想演人，那肯定得多体验生活呀，多看人。体验生活。我怎么体验嘛？我又没有经验，我才18，我人又懒，我脾气还不好。看出来了。那你给我想办法呀，何志超。行，我给你想办法。喂，代驾。啊，行，我现在过去啊，出去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什么代驾？体验生活啊。何志超，我的事儿你得管。王总，那个小您栏目再考虑考虑啊，收视其实不错的。对，好，那那个你送王总回去啊。来，王总，慢点啊，好，下次再聚啊，哎。我们都喝酒了，我叫个代驾送你回去。不用，我也叫代驾来了。啊，这么快？那好吧，好，那你今天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。应该的。到了打个电话。师傅，你开慢点啊，师傅。先生，您的这杯酒叫复仇。倪小姐，给您点的是无酒精的，叫释怀。请慢用。何志超，今天不打工啊？怎么我叫你就来了？我这不是不放心吗？
都那么大个人了，还用着你不放心我？作为专业代驾，绝对安全给你送到。记得付钱啊！你想得美，找你来就是为了不花钱的。那5星好评也行。怎么样？你那个赞助商谈下来了吗？本来就聊不下来。那你还喝这么多酒？你下次要是再喝酒的话，你叫上我，我能扛，我替你喝。我喝多了吗？还好吧。我看你还是看得很清楚。你快睡会儿吧，保证安全给你送到家。是这儿是吧？哦，密码。密码987654。慢点。我扶你过去，我扶你倒水。哎，还要吐了。醒了，喝点水。你怎么还没走？哦，我怕你还会再吐，不太放心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啊。那不然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是不是？你是偶像，是朋友，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吗？北辰，北辰，打从我见你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我喜欢了你3年。你醒了？哦，
我给你煲了粥，你喝点养养胃。你1个晚上都没走啊？哦，我是怕你半夜醒了没人照顾。我昨天晚上失态了吗？我没说胡话吧？没有。真的吗？真没有，真没有，我盯了你一晚上。啊，那个粥快凉了，你快喝了吧，我上班要迟到了，我先走了。这个苏杰伦呐，还挺年轻的。前2天来社里，见你不在，还跟我打听你呢。他跟咱们主编走，会不会有点关系啊？很正常啊，一朝天子一朝臣嘛。不过你肯定是主编的第一人选，这能力、资历、经验都跟这儿摆着呢。你就别瞎操心了啊，人家是新来的，社里的情况都不了解呢，哪能随便替换人呢？姓苏的那天跟我说的时候，说他马上就是总出版人了，不让我喊他总编，嘴巴里全是时尚杂志的那一套。跟他来的那几个人呢，在咱们社里转了一圈就走了，也不来上班。不管叫什么都一样的。他来呢是负责管理的，管理层都是我们的领导，我们就好好供着就行了。小吕，你这么早就来了？昨天截稿我就没回去。哎呀，够拼的呀！注意身体啊，不能总熬夜呀。年轻嘛。也是，年轻就是好。这新来的苏总你见过吗？去年在一个慈善晚宴上见过。他之前是在《今日时尚》做主编的。啊，法国留学学的奢侈品管理，一口流利的英文。没事，我来吧。我来。说英文呀？啊，在法国不是应该说法文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还特别爱给人起英文名。Hi guys。您好 ，I'm Jason。我是张副主编。张春梅。久仰久仰。我们见过，我是吕。慈善晚宴。是。Franny。是吕帆，苏总好。以后不用管我叫苏总，叫我 Jason 就好。Hello。你怎么来了？来体验生活啊，不是你说的吗？真听真看真感受啊。你这衣服哪儿偷的？什么偷的？我正式入职了。我们这儿不缺人。是不缺人啊，但是我跟你师兄说了，我说我是你小姨，他就让我进来了。我的妈呀！快去给我做点吃的。快去。啊。快点。这次除了让我们的学员向家长展示学习成果之外，主要还是想对我们公司进行一次宣传。在场地方面，我想预定可以承接演出的会议中心。然后在通知的形式，我想以请柬的方式。我设计的请柬已经在这个方案里面了，主要想给大家一种仪式感。方案挺好，想法挺不错的。主要还是您平时教得好。你看，从你进公司，眼瞅着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姑娘，一步步的成长起来，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呀！继续加油。总之啊，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，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完美生活，做一个新中产生活方式的领导者。
Jason 总，我们是不是要改版了？不是改版，准确的说，应该是升级。我们杂志原本的风格还是要继续维持，只不过我们要抓住一部分有消费能力的年轻读者，将内容进行变现。Jason 总，其实我们新媒体部的电子刊，不管从版面设计到内容，其实已经很完善了。但是呢，大众对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认知，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推广。所以我希望社里能对我们电子刊这个产品进行重视，多有一些资金的支持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用户，未来也会给社里带来更多的广告收益。大概需要多少钱？你做个预算给我。好。张副主编，您觉得呢？苏总，这件事我观察了一下，市场上跟我们同类型的杂志呢，也都开了电子刊，他们也在各大平台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投入推广，可是收效甚微。主要原因跟内容有关，因为现在的平台呢，播放的内容都是以片段式的生活分享为主的，而我们杂志的一贯定位呢，是社会性的深入话题，也许不太契合。张副主编说的有道理。Jason 总，那我去请数据公司，关于投资回报这一块，我会给出一个专业的测算结果。我们先拿数据说话。好。好，那你就做个方案吧，到时候咱们也可以拿到会上一起探讨探讨。来找我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？哦，小陈，不想催你，反正车在这儿呢，迟早得出来。等多久了？没多久，1个来小时。你这个时间出来正好是饭点儿。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肯定不舒服，吃顿好的。还挺了解我。必须。走吧。您的咖啡来了，谢谢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新官上任3把火，头把火就烧你这儿来了吧？人家是了解情况，探讨问题。你说这小吕以前开会也没见他这么积极过，这新总编来了，可是显着他了。在新领导面前展示自己的能力，不是很正常？亲爱的，现在可是升主编的时候你小心让他抢了风头。苏总就是新来的，他要是在越级提拔人，那就太不了解我们的杂志社了。叫我去办公室开会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把火还是烧着你了。你呀，走了。张副主编，请坐。这沙发好有趣呀。等咱们接触时间久了，您会觉得我这个人更有趣。张副主编，我找你来呢，主要是我有一个 idea。您稍等一下，我记录一下。我想下期杂志做一个女性群像主题，找一些各行各业的女性代表，重新定义一下女性的力量。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好但是我们这边可能需要一些时间，去整理资料和找些真实的案例，因为做这种主题的话，从真实故事出发，就更有可信度和说服力。不用找案例，您就是我来之前都打听过你了。您不仅自己事业有成，而且还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是所有人都羡慕的完美女性。没有，熟年精英女性的代表。没有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您太谦虚了，您就是内心强大的斗士一方面在家里面是主宰，又是顶梁柱；另一方面在职场上又能够披荆斩棘，忙起来的时候脚不沾土，但是看起来却游刃有余。您完美的符合这一定义那您刚才说的，跟出得厅堂下的厨房
其实是一个意思吧？大差不差。我觉得啊，我们既然要重新做一个女性的主题，就不应该再去定义她们，应该打破原来既有的定义。小珍，小珍，我想应该再向王总好好推荐你们思考者，因为如果有赞助商愿意投入的话，也能让台里给你一些缓冲的余地。说实话，我要是王总的话，我也实在想不到任何理由来投我的节目。算了吧，无用功。啊不，其实对于王总来说啊，这点钱应该算是小钱。至于节目成绩的好坏，还应该无所谓。节目收视的好坏他都无所谓的话，那我就要看他要我付出什么了。走了。啊，你又一宿没睡？哎呦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一天到晚的就为这事儿不睡觉，这个也不行，真是的。你要是25、26岁，我绝对劝你离了，是吧？咱年轻的，咱再找一个。哎，下月50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呀，一手的牌，没猫没样没炸弹，单双不顾，你哪个你都揽不住牌。人呐，遇什么事儿，这都得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这叫《孙子兵法》，知道吗？姐，你还是操心操心你们家那小两口，什么时候能给你生个孙子吧？嘿好，你这就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你直接就拱我情绪呢。我儿媳妇这事儿，《孙子兵法》都管不了。感受一下，你闻着这味儿，哎，你想干嘛？我想吃嘛。你把眼睛闭上，闭上，哎，然后你感受这扑面而来的这个味道，你想干嘛？我就想你弄这一锅，你太浪费了，你真讨厌。看着我，感受。你想干嘛呀？要怎样才能算证明勇敢？对抗这世界，用音乐一起全力狂欢，青春的灿烂，有你的一半，坚信势必要扬起风帆，是双手挥，却挥不去羁绊，理想与热情依然在我心不断纠缠，不追问答案，只要有你们的陪伴。或许我们都生而不凡，或许艰辛就会有光环，在骄傲中长出藤蔓，年轻的心别留下遗憾，年少从来不用证明勇敢，对抗这世界，用音乐一起全力狂欢，青春的灿烂，有你的一半，坚信势必要扬起风帆，是双手挥，却挥不去羁绊，理想与热情依然在我心不断纠缠，不追问答案，只要有你们的陪伴。或许我们都生而不凡，或许相信就会有光环，在骄傲之中长出藤蔓，年轻的心别留下遗憾，年少从来不用证明勇敢，对抗这世界，用音乐一起全力狂欢，青春的灿烂，有你的一
看，我心不断挣扎，不追问答案，心底的夏天。